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半斤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这个是半斤。今天我和半斤呢准备是离开德清的。今天的室外温度是1度，我们是准备前往香格里拉。然后呢，在香格里拉有几个地方想去逛一逛、拍一拍。但是在离开德清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并且呢分享一下我的后台收益。至于为什么又要分享收益呢？其实我是在后台呢是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私信了，他们都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去做自媒体还晚不晚，就是还值不值得做，然后这个自媒体的行情就情况怎么样。所以呢今天也算是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其实呢我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在毕节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收益了，当时好像有跟大家提到我已经存款，当时年中的时候存款是有10多万了，就是上半年的一个收入。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出来也接近有1年的时间了，那我又存了多少钱呢？并且呢我在头条已经有发视频接近有2年半的时间了，发了那么多视频，我的这个播放量以及收益，后台的收益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公布一下。但是在公布我的收益之前呢，我首先要说一点的就是我在头条也算是一个臀部作者吧，肯定算不上是一个头部作者了，算是一个臀部作者，也可以说算是一个膝盖作者。比起很多大 V， 比如说麦小兜啊，还有雷探长，他们肯定是比不上的，因为他们比我们很多人都做得要优秀。他们做自媒体呢也做得比较早，是我们很多创作者后来的创作者的一个启蒙的对象。当年呢要不是看了他们的视频，我们可能都不会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勇气去踏出我们的第一步。但是比起很多刚进这一行的创作者来说呢，我的这个收入的公布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当然了，参考意义大不大呢，还得大家自己去斟酌一下。因为呢我们算是18年开始做这个自媒体的，然后到现在呢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3年半的时间了。而我这个账号更新视频呢也有2年半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现在就不跟大家兜圈子了，直接就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收入吧，然后再跟大家说现在自媒体还值不值得做。我直接打开后台收入给大家看哈。我现在呢是单手操作的，打开今日头条，这个我的这里就看得到，我这头条发了是400多条，实际上我的视频只有300多个，其他都是微头条，330多个视频，粉丝量呢是47万。在这里呢能够看得到有一个收益提现，还有一个创作首页，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收益的提现吧。有点糊了。打开我的这个收益提现，可以看得到我这个可提现的金额是3700多，这个呢是接近1周6天吧，明天才是周4，明天才可以提现，这个是6天来的这个收益的情况。代入账是什么意思呢？代入账是独家的一个收益，因为它要1个月后才可以体现的代入账的那个金额。然后大家看我的这个收益啊，12月15号的时候从1500，然后到这个好像是800多，再到700多，然后再到500多、400多、300多，一路都是在下滑当中。因为我最近拍的视频呢播放量一般般，所以说收益就特别低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的一个收益的情况，那就跟那个曲线图差不多，最高呢都是1500，不到1500，然后是900多、570多、700多、300多、400多。这个收益呢其实都算是一般般的了。每天的收益它是分几个部分的，主要是创作的收益，还有独家的收益，然后呢就包括其他赞赏的收益啊这些。像是今天的它还没有出来，创作收益没有出来，它更新的是赞赏的收益，一般呢它要到晚上12点了它才会出来的。现在给大家看完了这个我每天的收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创作的总收益。在这个创作首页这里，我在头条创作了一共是1139天的，播放量是1.3亿，昨天呢播放是9万多，总粉丝是47.6万，昨天就增加了300多个粉丝，总收益是45.68万，昨天呢是30多，这个30多是还没出来的，是不准确的，创作收益还没出来。45万多呢，这个收益呢其实是我这个账号发视频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收益。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视频呢？是19年的时候，19年4月份还是5月份吧。首先跟大家说明白一点的就是我这个收益呢，总收益还有每天的收益都是税前的，就是到手的呢还要扣去20%的税，所以说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呢在我自己的一个旅行途中啊，开销还是蛮大的，
住宿啊、吃饭啊，然后还有门票门票比较少，我去的景区比较少，还有就是油费、路费，然后还有购物的所有的东西，还有拍摄器材啊，然后还有各种半斤用的东西啊，反正就是各种零碎的这种费用吧，加起来一个月是接近1万这样子的。当然有的时候会高一点，有的时候会低一点，取决于我那个月有没有买一些贵重的东西吧，就这样子。不过有一点很奇怪的就是我前天的那个视频，就是我跟半斤刚到梅里雪山的那个视频，创作收益呢创了历史新低，只有94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今天还特意去问了那个运营，就是说为什么我的这个创作收益突然降得这么厉害。以前的收益我一般创作一个视频呢，它最少也是300-400块钱的嘛，但是今天那个视频只有94元，所以说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单价算起来也不对，我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反正运营呢，他说帮我查一下，到现在呢还没有回复，我就等一下他的回复吧。我这个账号呢，从19年4-5月份开始发视频，到现在呢，已经有实际上更新的时间了，实际上发视频的时间只有1年半，因为中间还停更了1年，所以呢，1年半的时间，税前收入是45万，然后税后呢，大概是在36万这样子吧。听起来还算可以哦，这是一个平台的收入，我还有其他平台的收入。其实呢，我到现在为止，我现在说一下我的银行卡的存款，现在存款呢只有10几万，跟我在年终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大家一定感到很好奇，为什么我的存款没有增加，反而跟年终是差不多的呢？因为呢，我借了有大概10几万吧，给一些好朋友。有一个好朋友呢，他需要装修房子，然后有个好朋友呢，他是需要还一些网贷，然后还有个好朋友呢，他需要做生意，所以说我就把一些钱呢借了出去。实际上如果算上我借出去的钱呢，我的存款应该是在27万这样子的，也就是我今年一个自媒体的总收入了，就是到了卡里面实际上存起来的钱就是27万。其实相比起来，很多优秀的创作者，我的这个收入可能不值得一提吧，因为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创作者，包括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期呢，算是一个自媒体的大爆发吧，有很多优秀的创作者，并且呢，收益也特别的高。那个时期呢，我们在头条也认识了很多创作者，当然有一些优秀的创作者已经把重心呢转移到抖音上去了，因为相比起抖音的大流量和高收入呢，我们这些在头条的收入呢，可能算是不值得一提吧。但是我也挺满足了，毕竟呢，相比于很多新手啊或者刚进入这一行的创作者来说，我们这个收入已经算是很棒的了。毕竟可以一边能够赚取一些路费，然后一边呢还能够去欣赏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何乐而不为呢，对吧？我们是在刚刚有提到啊，在2020年的时候是一个19年年底到2020年的时候是一个自媒体的大爆发，就是头条这个平台来说，当时也是一个红利期，有很多，就是那段时期是什么时候呢？我说一件事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们上游轮的时候，那段时期呢，就是平台签了很多创作者，然后呢，很多创作者他的收益就水涨船高。那一段时期我已经看到有几个创作者他的收入就每天的收入就已经超过1万元了，这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就是有在平台上自己说出来的一个收益情况。但是呢，我们其实做自媒体还是走了不少弯路的，我们做自媒体还是兜圈了。因为怎么说呢，我们一开始自驾，然后到印度，出国到伊朗，然后又遇到疫情又回来开始自驾。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其他平台比如说抖音一直做不起来呢？一个是因为我们兜了一些弯路，就是经常兜兜转转，要么在自驾，要么又在国外背包的，然后又回来国内自驾所以说有的时候一个抖音账号做了，又换了另外一个账号去做，所以说一直以来呢，在其他平台或者说抖音呢都没有做得特别好。但是这些呢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来说的话，虽然没有做得特别好，但是呢也不算做得特别差，就是算是臀部作者一个应有的水平吧。反正就是流量一般般，然后收益呢也能够维持自己的开支，也能够存一点小钱，也可以在接下来呢计划去买房或者换车都可以的，这些都能够实现。只是说存款方面呢，并没有说大家想象的可能一年有上百万啊，然后2年下来有200万啊，可能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呢，回到最初的问题，现在对于很多新手来说，还值不值得去做自媒体，以及现在入行自媒体还算不算晚，能不能够赚得到钱？其实呢，如果你是真的喜欢做这一行的话，我觉得你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就是可以拥有一份比较自在的职业，然后呢可以去跟网友分享自己的生活，并且呢从中可以赚取一部分的收益。但是如果你想着靠着这个自媒体的收益去赚取比如说存一些钱，然后去买房买车，或者能够实现财富自由，那这个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毕竟呢现在做自媒体优秀的创作者比较少，尤其是比较优秀的头部作者或者颈部作者或者胸部作者呢都是比较少的。因为自从在19年爆发了这个收益的一个红利期，然后呢就很多人涌入这个自媒体来做这个创作者，就是说现在的竞争的激烈是很大的，不管是在头条、在抖音还是在其他平台。如果你的内容没有特别的出众，或者说如果你这个人没有特别的一个鲜明的个性，然后创作出来的同质化特别的严重的话呢，就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得到平台的流量扶持。对于入行晚的创作者来说呢，这是值得一个去斟酌的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去付出一些时间成本，付出一些金钱去做这个可能无法保证你收益的行业。因为你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粉丝，没有什么流量，就没有什么收益，你就有一个时间成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开销在里边，你就觉得一开始压力这么大，还能不能就是经过这个算是一个考验期吧。因为你一开始呢确实是会比较难熬的，自媒体的一开始。所以说你问我自媒体现在值不值得做，还能不能做，我肯定会说现在还值得做，还能做，但是也得取决于你的这个自己的实际的能力以及创作的内容。因为其实有很多创作者呢现在已经不管是在直播领域还是在带货领域，还是有这个视频创作的这方面的一个领域，都是做的比较好的。因为做自媒体呢它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收入的渠道的。还有一点值得提的就是呢，现在创作者的这个同质化特别的严重，尤其是在抖音或者在头条，就是大家也看得到，我这一路走过来拍过的很多地方风景人文其实很多人在以前上半年或者前1年就已经拍过了。就是说很多创作者他其实面对着问题，一个是竞争很激烈，第二个就是同质化特别的严重。就是说你怎么去让自己的内容标新立异，如何让自己的内容独出心裁，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让人眼前一亮的内容才是值得让大家去关注的内容。但是呢平台里面也有很多优秀的创作者的，他们比较善于讲故事，然后呢就同质化没有那么严重。那以上呢就是我对于这个自媒体还值不值得做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吧，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现在自媒体还算是比较新兴的比较蓬勃的一个行业。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有用心，或者多花一些时间去经营的话，还是会有回报的，不管是在哪一个平台。当然现在竞争十分的激烈，需要大家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创作能力都是值得去经营的。好吧，今天不小心就说了那么多的一些废话了，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有没有一些想法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提出，有问题的话呢我也会抽空去回答的。反正今天就是水了一期吧，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收益的问题，然后就解答了一个网友的提问，也算是自己做自媒体这几年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吧，一些体会吧，也不算是心得。好吧，我现在准备跟半斤前往香格里拉了。到了香格里拉的话呢，我跟半斤应该要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给半斤煮吃的。因为有网友给半斤赠送了圣诞礼物，就是给半斤打赏了鸡腿，说呢要给半斤一顿好吃的。 OK，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给我这个视频评论、点赞、转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半斤跟大家说再见，来过来。他睡了懵了。好了，拜拜，下期再见。